1972年10月17日，一名豪门贵妇惨遭亲生儿子刺杀，震惊了美国的上流社会。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有传言称，这位从小就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凶手，之所以会起杀心，是因为母亲试图和他发生性关系，改变他的性取向，而最终酿成的惨剧。这短短的一句话，信息量真的非常大。不过我很负责任地告诉你们，这苟且的剧情只不过是家族故事当中的凤毛麟角，在这光鲜亮丽的豪门背后，多的是我们普通人想象不到的难堪。在所有人的眼里，这名豪门贵妇即便是离异了，独自带着儿子在伦敦讨生活，日子依然过得有滋有味。甚至在事故发生前，母亲芭芭拉刚和朋友共进晚餐，她还在感慨时光飞逝，这么快儿子托尼就已经25岁了。可事实上，这对母子的关系并没有她所描述的这么好。晚餐结束后，芭芭拉照常返回到公寓，和往常一样，因为一些琐事，母子俩又吵架了。而接下来一切都失控，儿子竟然动手打了母亲。女佣被吓得跑出了公寓，母亲则躲进了厨房。可没想到儿子不依不饶，他跟进厨房，随手抄起了一把菜刀，直直地刺向了他的心脏。见到母亲一动不动，他才叫了救护车。而当救护车赶到现场时，芭芭拉的一条主动脉被割断，已经不治身亡。然而离谱的是，警方在现场忙碌的时候，这位凶手竟然在给中餐馆打电话订外卖。被带回警局后，他声称母亲芭芭拉并非死于他之手，而是被他远在纽约的80岁母亲所杀。直到后来，朋友们去监狱探望他，托尼的记忆像是混乱了，询问对方母亲芭芭拉的身体如何。看来此时的托尼精神病已经很严重了。芭芭拉·戴利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。10岁那年，父亲因一氧化碳中毒身亡，留下了巨额保险金。可实际上，这是父亲股市崩盘后精心伪造的自杀。不出所料，拿到赔偿金后，母亲带着芭芭拉迅速搬到了纽约，从此便在高级酒店当中常住。芭芭拉拥有一头标志性的浓密红发，衬得肌肤格外白皙。年轻美貌就是她的武器。很快，她凭借颜值成为了时尚杂志的当红模特，真正融入了纽约。与此同时，她受邀参加了上流社会的各大派对。和许多大美女一样，芭芭拉也有一个好莱坞梦。她参加了不少试镜，可惜都没能入选。不过在此过程当中，她遇到了一名贵人，那就是科尼利亚·贝克兰。他们志同道合，很快就成为了好朋友。后来，科尼利亚还把自己的高材生弟弟布鲁克斯介绍给他。要知道，在当时，芭芭拉可是入选了纽约10大美女之一，所以不出所料，她很快就拿下了布鲁克斯，两人迅速坠入爱河。其实一直以来，芭芭拉根本就不缺有权有势的追求者。很显然，这些人都敌不过布鲁克斯，因为他的祖父可是塑料的发明者利奥·贝克兰，这家庭条件远超一般的有钱人。芭芭拉也非常清醒，自己靠年轻美丽过上了奢侈的生活，但这只是一时的。想要一辈子享受荣华富贵，必须嫁进豪门，而年轻潇洒的布鲁克斯就是最完美的人选。然而，年轻人的爱情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当布鲁克斯对他们的感情出现了倦怠，想分手的时候，芭芭拉谎称自己怀孕了，以至于布鲁克斯不得不娶她为妻。可谁能想到，外人眼里郎才女貌的婚姻，竟是噩梦的开端。婚后，这对夫妇居住在纽约上东区的一套豪华公寓里面，经常邀请各路明星和上流人士前来聚会。可谁知没过多久，夫妻感情就出现了裂痕。布鲁克斯毕竟是放荡不羁的公子哥，他不想被婚姻束缚，因此家里总是充斥着没完没了的争吵。另一边，芭芭拉心里也暗藏着一个秘密，那就是她私底下会定期接受精神科医生的治疗，而这心理问题都遗传自她的母亲。所以当丈夫有婚外情后，芭芭拉情绪很不稳定，整天酗酒，举止也特别的粗俗。渐渐的，许多参加聚会的宾客也都发现了这一点。原来长久以来，这个女人用美丽的外表掩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。因此有朋友直言不讳，以这对夫妻目前的状况，根本就不适合有下一代，省得祸害小孩。可就在1946年的8月28日，他们的儿子托尼·贝克兰诞生了。本以为新生儿的降临会给这段婚姻带来转机，但夫妻感情问题却越来越糟糕。丈夫多次婚外情，而芭芭拉总是采取极端的做法，以死相逼。然而在这样的家庭下成长，托尼也逐渐表现出令人不安的迹象。最早是芭芭拉发现托尼竟然喜欢解剖昆虫和其他小动物，而身为父亲的布鲁克斯非但没有制止，还鼓励儿子有当科学家的天赋。芭芭拉虽然心里不安，但也没有寻找专业的帮助。她固执地认为一切都好，还经常在聚会上吹嘘托尼有多么的乖巧懂事，多么的有绘画天赋。可但凡看过托尼画作的人，无一不被他扭曲的人形而吓到。可在这位母亲的眼里，无论是艺术品味还是行为，古怪反而是天才的标志。
1967年，芭芭拉一家移居到瑞士。此时托尼20岁，认识了一位名叫杰克的男子，对方给他介绍了一种致幻剂，于是两人结伴前往摩洛哥获取这些药物。在此过程中，托尼和杰克产生了感情。当芭芭拉得知这一消息后，气疯了，立刻开车把儿子带回到家。同样的，布鲁克斯也无法接受儿子是同性恋的事实。为了治好儿子这一问题，芭芭拉软硬兼施。他相信只要给托尼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，他们迅速结婚，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。可没想到，芭芭拉精挑细选的媳妇人选，儿子毫无兴趣，反而和自己的丈夫看对了眼，等于说自己亲手把小三领进了门。而对于托尼来说，相亲对象成为了自己的小妈，这剧情实在是太过狗血。另一边，布鲁克斯沉浸在新的感情中无法自拔，这次他是真的下定决心要离婚了。至于芭芭拉以自杀相逼之类的，根本就威胁不到他了。离婚后，芭芭拉独自带着儿子前往伦敦生活，可托尼的性取向一直是他的心病，于是芭芭拉想尽一切办法都要把他掰直。一开始，他花钱雇了妓女，想让他们和儿子发生关系，但事实证明没有什么用，母子关系愈发紧张。后来，芭芭拉决定亲自上阵，说服儿子和他发生关系。当然，这还有待考证，因为据芭芭拉的朋友透露，他平时就喜欢吹嘘这种离谱的事情当谈资，以此来吸引眼球。而且，芭芭拉非常溺爱儿子，这不像是他会做的事情，反而像是他病态的幻想。其实，在悲剧发生前，托尼的失控也早就有迹可循。他曾不止一次被看到和母亲动手，芭芭拉甚至还被他推进过车流中，非常危险。然而，去除这些，这里还有个鲜为人知的惊悚故事。达芙妮·吉尼斯是吉尼斯家族的女继承人，同时也是英国知名的时装设计师，连 Lady Gaga 都尊她为偶像。而当年，芭芭拉与吉尼斯家族走得很近。1972年的某一天，芭芭拉正在与达芙妮的母亲共进午餐，不料托尼突然找上门来。由于管家和女佣对他都很熟悉，所以托尼被允许走进房子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发现了无人看管的达芙妮。当时达芙妮才5岁，看见熟人面孔，他高兴地笑了。可接下来的事情超乎了所有人的意料，托尼竟然拿出一把刀，劫持了达芙妮。他大声喊着，今晚要杀死所有的女人，就从手里的这个小女孩开始。可怜的达芙妮脖子上被刀架着，身上的伤口在流血，托尼就这样压着她穿过这栋房子。也就在这时候，大家渐渐意识到托尼精神不佳，并且有严重的暴力倾向。由于事关家族名声，第二天芭芭拉就登门道歉，并保证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此事便没有再提。所以说，无论托尼犯下的错误有多么恶劣，他都没有受到指控。最后，托尼被带去看了精神科医生，果然医生诊断出他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。得知之前有过多次危险行为后，医生非常严肃地警告芭芭拉，他的儿子已经具备了谋杀能力，务必要注意安全。事实证明，医生的忠告被当成了耳旁风。2个星期后，就传来了芭芭拉遇害的消息，令人唏嘘不已。在被关押期间，托尼与男囚们保持着亲密的关系，还特别喜欢做手工艺品。在得知父亲和小妈的孩子出生后，托尼还在狱中亲手制作了一系列令人毛骨悚然的玩具。当布鲁克斯收到后，吓得立刻就丢掉了。另外，托尼时不时的会写信辱骂布鲁克斯，甚至要扬言杀死小妈。所以，当家族成员设法托关系把托尼捞出来的时候，身为亲生父亲的布鲁克斯是极力反对的。他认为托尼本性邪恶，如果释放还不知道会惹出多少麻烦。事实上，布鲁克斯的担心是正确的。1980年7月21日，通过家族势力，托尼被释放，条件是遣返回美国，委托给87岁的祖母照顾。出狱后，托尼立刻飞往纽约。祖母坚信自己绝对能够感化孙子，让他过上幸福的生活。可惜事与愿违，托尼的行为非常诡异。他为死去的母亲建造了一座神殿，还神神叨叨地做弥撒，让人看着脊背发凉。最重要的是，祖母已经年迈，又特别溺爱他，再次走向暴力几乎是不可避免的。果然6天之后，悲剧再次上演。因为祖母拒绝了他前往英国的请求，托尼向祖母连刺了8刀，导致了这位老人全身多处骨折，险些丧命。这一次，托尼因谋杀未遂被送往了赖克斯监狱，面临终身监禁。1981年3月20日，托尼被发现死在牢房里面，他头上戴着塑料袋，窒息而亡。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自杀还是谋杀，谁都没想到托尼最终会死于塑料。这是几十年前让这个家族赚得盆满钵满的东西，最终也葬送了他的性命。只能说有钱人的世界太疯狂了，在金钱和权力的光辉表现下，原来隐藏着这样一段坎坷的过去。从出生那一刻，托尼就已经注定了这样的结局。父母婚姻充满了欺骗与谎言，一个花天酒地，一个歇斯底里。虽然芭芭拉如愿以偿，社会地位、物质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，但这都是身外之物。父母在尽力维持幸福美满的家庭形象，却没有想过托尼并没有被爱围绕着长大。他从小目睹着这一切，见证了这个家的分崩离析，该怎么走上自愈的道路呢？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各位对芭芭拉和托尼有什么看法？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关注。我是郑郑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